学会之后5秒钟就可以帮助你避开那些廉价的衬衫了。它呢是100%亚麻，不是普通亚麻，而是欧洲种植的亚麻，领口有一圈白色，这个效果就像戴了一根珍珠项链，而且是奥白大颗的那种。而这件呢正是赵露思同款，浅黄色呢和亚麻材质结合在一起，就很有南法度假的调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小镇杰西卡这个频道。自从大魔王 Kate Blanchett 成为优衣库的代言人之后呢，她的同款就经常供不应求。而今年春天呢，她刚刚穿上了优衣库最新的这个黄色的亚麻衬衫。那我第一时间呢就冲到店里面去买了同款，因为这个亚麻衬衫呢其实是他们的明星产品。这次呢我还入了一个蓝白条纹款。哒哒！那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期试穿报告。大家最关心的大魔王同款呢，在本支影片的最后。同时呢，这支影片还会包含如何挑选衬衫的干货，学会之后5秒钟就可以帮助你避开那些廉价的衬衫了，大家一定会喜欢的。还会有一些其他品牌的春季新品上身的试穿哦，相当精彩。记得点赞订阅，同时加入我的 Facebook、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。那我们就开始了。那首先第一件呢，就是这件亚麻衬衫，不过我选的是一个蓝白条纹款。经典蓝白条纹，视觉上呢就很清爽，而且它的对比呢不会很强烈。你看这个蓝色其实是带着一点点灰色调的，再加上细细的白色的条纹，远看呢其实就挺像纯色的，只有近看才会有那种条纹的层次感。整体的配色呢也很像蓝天白云的颜色，清新显气质。条纹的设计呢也很紧密，那这种细条纹呢要比粗条纹会显得更精致哦。面料呢则是这款衬衫的灵魂哦，它呢是100%亚麻，不是普通亚麻，而是欧洲种植的亚麻。那这种亚麻呢通常纤维更长，质感更好，布料呢会有一种非常自然的光泽和轻微的纹理感，同时呢又很透气清爽，春夏天穿会很舒服。而亚麻呢最大的魅力就在于这种肌理感，或者大俗话说就是有一点点皱皱的，但是呢并不会多，也不会显邋遢。尤其是这种条纹款啊，其实呢是蛮能够在视觉上起到障眼法的作用，稍微有点皱就看不出来，一点点轻微的皱呢，其实我们就会叫它为富贵皱啊，反而会显得更有那种老钱又随性的感觉。经典版型利落的衬衫领搭配直线肩部剪裁，再加上稍微宽松一点的轮廓，不会紧贴在身上，穿起来轻松舒服。下摆呢是弧形的，放在裤子外也 OK， 袖子随意卷一点起来，就会有一种很法式的感觉。那这里呢也顺便分享一下如何挑选衬衫的几个小技巧，学会了之后呢5秒钟就可以找到一件品质很好的衬衫。那首先买衬衫就要看衣领，你看这件衬衫的衣领就是完美对称的。那大家肯定会说，这个对称的衣领不是标配吗？其实不是这样的，大家不妨呢到附近的快时尚店里面去看一下，价格在$50以下的这种衬衫啊，能够把每一件的衬衫衣领做成完美对称的寥寥无几。其次呢就是看衣领的侧面，你看它的衣领是没有紧紧贴在衣架上的，是有一个弧度的，看到没有？好像不太平的感觉，那就对了，因为我们人的脖子呢它不是一个平面，而是有弧度的，所以这样的衬衫的衣领呢穿在我们的脖子上就能够贴紧脖子，显得人更挺。那相反啊，当你这个衣领呢挂在衣架上，是紧紧贴在衣架上，比如说是这样的话呢，这种衬衫穿在人的脖子这里啊，它一定是会很僵硬的，所以大家买衬衫一定要记得看衬衫的衣领的侧面不平才是对的。那接着呢，我们就看袖子啊，你看它的袖子呢做了立体袖判，那这种就是很吃功力的，就要比直接的2片式的开口呢要显贵气很多。再接着呢，就是要翻过来看它的内里，你看它的内里都非常的干净，门襟也要看一下。你看没有任何的烤边线裸露在外面的，而全部的缝孔呢都是收边的，专业术语叫做做光工艺。尤其是要看袖子和衣服这里的衔接处，你看它的这个做光工艺都做得特别的好。那这样呢，当你的衬衫直接贴身穿在身上的时候呢，不会有太多的摩擦感，穿起来的感受会很好。那最后呢，就是要看肩膀了，因为衬衫最重要的就是要肩膀呢看起来比较有型。这个时候呢，就要看衬衫的背面，也就是这个部分，专业术语叫做后单干设计，一定要看看是不是双层的。你看这件，就是可以拉开来的，看到没有？
那如果是双层的就对了，那这样穿起来的话呢，整个肩线就会更加的立体，能够修饰肩型。所以即使这是一件比较软的衬衫，穿起来都不会软塌塌的没型。更棒的就是呢，它的肩膀后面还有一个打折的设计。那这种设计呢，就是帮助你在举手投足、动手的时候，也一点都不会拘束。所以你不要小看了这一件$49的衬衫，它的做工细节远远不止49。还有一点要表扬的就是它这个蓝白条纹不是简单的印花啊，因为印花呢其实不是很牢，特别洗一洗就很容易掉色。它这个蓝白颜色呢采用了色织工艺，就是指先染成蓝色和白色两种不同颜色的纱线，然后织在一起。那这样的好处呢，就是可以保证内外颜色都是一样的。你看外面这个颜色，内里也是这个颜色，看到没有？那因为衬衫嘛，我们很多时候会把上面纽扣、下面纽扣都打开，风一吹，如果你的内里的颜色跟外面不一样就会露馅，这个衬衫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精致了，对不对？而且这样的色织工艺呢，色牢度也比较好，你洗很多次呢也不会掉色，所以再次证明了我之前一直说的，你可以说优衣库的单品呢不时髦，但是它的质量确实无法挑剔啊。那这几个挑选衬衫的小技巧大家学会了吗？这里也要感谢小红书博主 Tina 面料测评我呢关于衬衫如何选款的技巧就是跟她学的，大家有空呢也可以去关注她。同款呢还有一个粉色条纹，还有一个 beige 色的条纹，感觉这个 beige 色条纹作为中间层特别的好看那我搭配的这条裤子呢，则是来自 Selfhood。Selfhood 这个品牌呢，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蛮多次的。这次他们在春夏呢出了很多新品，也寄了一些给我试穿有好多件都长在我的审美点上。比如说这一条弯刀裤就是。这一条呢是经典的弯刀裤版型，从腰臀一直到裤脚呈现出流畅的弧形轮廓，但是又不会太夸张，能够修饰腿型。宽松裤管结合9分裤长很显瘦，小个子女生呢也不用担心前面呢还有2道立体的倒褶设计，它是有余量的嘛，所以穿起来呢不仅很舒服，活动起来呢完全没有拘束感，而且呢还能够轻松的藏住大腿这里的肉，尤其适合我这种梨形身材。采用绵羊毛混纺面料，布面平整光滑，纹理清晰细腻，而且呢吸湿透气，春夏天穿不会闷热。再加入了高比例的 TR 纤维，让裤子能够保持这个弯刀造型感，而且耐磨耐穿。我选的是藏青色，很实用，而且比黑色呢更加柔和一点。那他家的新款里面呢，有一套是我最喜欢的，就是我身上这一套了，是绿配棕。其实这一套呢是有2件来着，里面这件是吊带衫，外面呢就是一件针织的开衫。当然你也是可以成套穿或者分开来穿的。我超级喜欢这个绿色，是低饱和度的淡绿色，有一点点像青花瓷的绿色，素雅自然，纯净温润，再搭配小面积的棕色。是个非常有趣的撞色，而且呢，这种自带撞色效果的衣服呢，就省得我们自己再费心搭配了，直接就帮你配好了，特别适合我这样的懒人。亚麻和莱萨尔混纺，质地紧实柔韧，纹理清晰，摸起来呢柔软细腻，贴身穿也不会闷热。开衫呢是廓形剪裁搭配落肩设计，有效修饰身形，自带松弛感。领口、袖口和下摆呢都采用了加厚的螺纹编织。不仅增加了立体感，而且呢不容易变形。而吊带呢则是坑条纹设计，有立体感，中间还有角花图案，自带书卷气。既然这一套拼接的是棕色，那我搭配的呢就是一条棕色的长裤。面料是绵羊毛混纺，自带斜线纹理感，视觉效果丰富，弹性很好，而且贴身穿很舒服。立体廓形剪裁能够有效修饰各种腿型。前面呢有打褶，就跟之前那条弯刀裤一样，特别适合我这种腿型比较结实的人。搭配了花苞腰设计，就是在腰这里收紧，然后形成一圈自然的褶皱，看起来就像花苞一样。通过对比呢，会显得腰更细，同时做了分割，视觉上也能够提升腰线，能够修饰比例。抽绳设计穿脱方便，长时间坐着呢也不会累。哇，这条裤子真是版型太好了，我穿个平底的人字拖都能够穿出2.8米的腿长，超级的喜欢。
那像我这样搭配呢，比较适合轻熟女，蛮优雅的，也可以像沈月那样搭配哦，就更加青春靓丽一点。都看到这里了，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，记得动动手指，打开小铃铛关注我，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。也记得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，在群里面呢，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。对了，我每一次的这样的试穿影片的目的，并不是鼓励大家盲目的买，而是希望通过我上身，能够给大家更直观的感受，可以减少了来回啊、买了退啊这种折腾。大家看我大概会有个 reference 啊，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更稳准狠、更省时间的找到自己心仪的单品。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。那除了像我身上这种绿配棕的配色之外呢，其实今年最火的一组配色，我大概已经说了1万遍了吧。大家一定知道，那就是蓝配棕。所以呢，接下来一件呢就是蓝配棕，而且是直接帮你配好了，又一次适合懒人，不用自己费心再配色了。这件呢，它是大面积的冰川蓝，但是呢饱和度不高，自带高级感，搭配细细的白色条纹，视觉上呢就有降温的效果。更棒的是呢，领口有一圈白色，这个效果就像戴了一根珍珠项链，而且是奥白大颗的那种，能够瞬间提亮肤色，而且整个人呢都显得更贵气了。而袖口这里呢则是棕色拼接，再仔细看哦，左右袖口的棕色拼接呢还略有不同，增加了设计感，灵动有趣。版型呢我也很喜欢，不会像市场上常见的针织开衫都是直身的。这件在腰部这里呢特意做了收腰剪裁，精准勾勒腰部线条，提升腰线的位置，视觉上呢能够优化全身比例，偏短款的设计对小个子的朋友也很友好哦，显瘦显高。面料呢摸起来就很丝滑，就像丝绸一样的，贴身穿的目测哪怕再热也有那种比较冰冰凉的感觉，弹性也蛮好的，能够自然贴合身体曲线，穿起来很轻松，不会拘束。而且呢它还是一点点镂空设计的，这样春夏天穿的还很透气啊，绝对不会闷。大家也不用担心啊会露馅，其实内里呢只要穿肤色的内衣就可以，你看我穿的就是肤色内衣，完全看不出来吧。它的一侧呢还有一个品牌标志性的笑脸，我特别喜欢这种小小的东西啊，就很戳到我，每次看到呢都会提醒我要笑一笑，更快乐更开心一点。那么再接着一件呢也是蓝配棕，那跟这个的这个蓝色呢稍微有一点点不同，这个呢更加有一点点偏天空蓝，而这个呢有一点点像湖蓝湖绿这种颜色，而且它是一个套头衫，低饱和度的蓝色搭配棕色撞色双层袖结构，巧妙营造假两件的时髦层次感，而且呢整个人会显得很清新活力满满，好像自己回到了25岁啊。而且呢大家看这个袖子哦，它的这个蓝色部分呢还做了一个开叉，不仅很精致哦，而且呢看起来就不会那么矮板。整体呢是细细的坑条纹，显瘦又有层次感，棉和醋纸混纺，质地垂顺有型，就像真丝一样流动有垂坠感，同时呢还有珍珠一样的温润光泽，摸起来呢还很爽滑，贴身穿呢也不会闷，弹性也很好，对身材很包容。搭配的牛仔裤呢则是他家的经典款，100%全棉，吸湿透气，贴身穿很舒服，柔软又不失筋骨感，上身很有型。阔腿裤版型能够隐藏各种缺点，后面呢则是约克线分割，视觉上有提臀效果，这个浅浅的水洗蓝色我也蛮喜欢的，采用手擦猫须等工艺做旧，再加上多重水洗，打造出渐变柔和的自然复古感。现在早晚天气呢还比较凉哦，所以外面还可以加一件这样的马甲。一开始我跟大家讲，我说到这个马甲，我就在想，哟，怎么这么大呀？我那么喜欢穿宽大的人哦，我觉得这个马甲能穿吗？结果没想到上身特别的好看。所以我跟大家讲，衣服有的时候是不能够只是看看而已，还是要穿上身啊。我给大家看看，这件呢是澳大利亚进口的绵羊毛混纺面料，纹理清晰细腻。相比普通的羊毛呢，质地更加垂顺有型，面料里还加入了一定比例的涤纶和氨纶，让衣服呢更加耐磨耐穿，定型也更好。那我之前呢也给大家科普过这两种面料，大家呢不要再看到像涤纶、氨纶这种人造面料就像洪水猛兽一样，还是要理性对待啊。
这个灰色呢也很好看，是独家定制定染的夜幕灰，色泽呢自然柔和，内敛又率性。H 型宽松版型，中长款能够轻松隐藏住我的小肚子，深 V 领能够修饰脸型，很显瘦。而后面呢，好特别啊，是不对称的交叠飞片设计，有建筑感。就是它虽然是一个小廓形的版型，但是它在腰身这里，你看做了收沈的设计。那这样的设计呢，就可以帮助我们打造腰线。所以即使它是一个小廓形，但是穿上呢不会就是很松松垮垮的，而是依然很有那种女性气质的。因为它腰部这里呢，帮我们做了一个巧妙的收腰。哇，这件马甲真的看起来就很大牌，很有艺术家的气质吧，好喜欢啊！那前面呢，我们说到了绿配棕、蓝配棕，还有一个配色就是蓝配绿。那接下来这件条纹呢，就是这个深蓝色搭配绿色，而这件呢，正是赵露思同款，大面积的深蓝色作为底色就很显瘦，搭配白色条纹，简约大气。最大的特色呢，则是袖口做了双层撞色搭配，一个是绿色，还有一个是蓝绿双色，左右不对称的，打破沉闷，很有趣。而且它还特意做了加长的袖口，视觉上呢能够延长手臂线条，很显瘦哦。那一侧胸口呢也是有一个标志性的笑脸啊，依然是每次看到都心情很好。那最后一件压轴的肯定就是大魔王同款啦。不过呢，它不是那种特别明亮的柠檬黄，而是淡淡的浅黄色，有一点点像奶油黄，就像春天的阳光一样，带着明亮的气息，也不会显得过于张扬。我大黄提穿呢，也完全 hold 得住。那这件黄色的版型呢，跟前面那件条纹呢有一点点不一样，版型呢感觉会更加廓形一点点，但是也不会太大。更大的区别呢，你看就是在这里一侧胸口呢有一个口袋，这样就可以增加层次感，因为毕竟是纯色的衣服嘛。它呢也是100%亚麻的，而且也是欧洲生长的亚麻。那这种亚麻呢，就要比普通的亚麻会纤维更长，它的光泽感呢也会更加低调，有高级感。同时呢，穿起来呢，上身的感觉也会更加的柔软一点。我把它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它的下摆呢依然是有弧线的，哪怕放在外面也是 OK 的，反而更有一种松弛感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像我之前那样把它塞到裤子里面去。那做工呢依然是无可挑剔的，你看衣领也是能够完美的贴合脖子。我们刚刚说过，它的后面呢，其实这个后单干设计也是双层的，所以穿起来呢肩膀就会更加平一点。区别的就是你看它的后面，它在后背呢，是在这两个地方做了一个打折的设计。其实原理呢也是一样的，就是帮助我们在活动的时候呢会更加的自如一点，很轻松。内里是没有任何的外缝线，工艺都特别的好。袖子也是立体袖办的，浅黄色呢和亚麻材质结合在一起，就很有南法度假的调调，搭配白色裤子就很好看了。这件衬衫呢也有很多不同的颜色，我当时呢还很想买一个白色和一个米白色，下次到店里面我会再试一下给大家看看。那我搭配的这条白色裤子呢，就是在第一套搭配里面用到的这个蓝色裤子的同款不同色。不过呢，我选的是银白色，高级又干净，带着一抹轻盈感，瞬间点亮整体。白色呢不是那种生硬的白，而是带着暖色调的，很适合亚洲人肤色哦。弯刀裤版型到了脚踝这里呢，轻微的收起，避免了拖沓，更加利落清爽哦。好了，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大家最喜欢其中的哪一件呢？也欢迎留言分享吧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，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。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解析卡的朋友，记得动动手指，打开小铃铛关注我，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。也记得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，在群里面呢，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